空中绞杀战对上了铁路游击队，俄乌双方谁能掐断对方的后勤大动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自从俄罗斯从基辅方向撤军以来呢，基辅现在倒是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了，电影院都重新开放了。欧洲国家一些领导人也是先后去了好几批。前2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去了一次基辅，而且去的时候呢，还坐了一段火车。然后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说俄罗斯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还有这个国务卿乘坐的火车打掉呢？真的不可能，因为俄罗斯现在都没有跟乌克兰正式宣战，也没有跟北约国家正式宣战，所以这些国家高级官员和乌克兰之间进行互访的话，俄罗斯现在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真有北约大于的时候，俄军的火力也只能绕开。那么布林肯、奥斯汀走了之后呢，俄罗斯就炸了乌克兰中部和西部的5个火车站。英国《每日邮报》认为，对如此接近波兰边境的火车站进行轰炸，应该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发出的严厉警告。另外 CNN 也说，俄罗斯军队周一打击这5个火车站，也是系统性破坏铁路基础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援助给乌克兰那批重武器要运到乌克兰东部前线，必然要通过乌克兰的交通系统。海马斯火箭炮、火炮牵引车这类轮式车辆还好说，有公路就行。但是坦克之类履带车辆，如果完全靠公路运输，速度且不论，油料消耗还有故障率就承受不起。所以铁路作用就无法代替。那么未来俄罗斯如果要困死顿巴斯地区的乌军，就必须花大力气摧毁乌克兰的交通体系，类似当年在朝鲜美国搞的空中绞杀战，或者类似美军在越南针对胡志明小道这些运输线持续的战略打击。不过要达成这个目标可能有点难，毕竟乌克兰的交通运输也是网状结构，摧毁个别火车站和铁路只能让乌克兰的火车绕个路。而俄罗斯空天军虽然动用了4个集团军的兵力，但是每天起飞的架次数和打击目标数量也是低的难以理解。到现在第聂伯河上几十个桥梁，俄罗斯也空袭了其中之一。所以呢，俄罗斯为了提高打击效率，已经打击了乌克兰境内6个铁路变电站。而且呢，俄军是专门打中西部的25千瓦的变电站，因为乌克兰中部和西部的铁路机车用的就是25千伏交流电。那么铁路要是没有电用，乌克兰的铁路运输能力就只能靠剩下的300辆内燃机车，运输量可能会骤减。不过俄军攻击变电站用的可能是普通的巡航导弹，修复起来可能也不算特别难。如果换成美军，可能会用石墨弹，撒出来大片的石墨纤维到处飘飞，然后在变电站上、高压线上到处缠绕，制造短路，可以烧毁供电设备。只有把整个线路上所有的石墨纤维又清理干净之后，才能维修更换设备，否则一通电还得接着烧毁。那么美国人使用石墨弹的效果被东方某大国看在眼里，然后又评估了一下海峡对岸的电力网络，结果就是东方某大国一边往自己炸弹里边塞石墨纤维，一方面呢还在实验用无人机挂着喷火器沿着高压线巡逻去打扫卫生。俄罗斯呢要搞空中绞杀战，乌克兰那边呢也没闲着，一样是在俄军的后勤线上动脑子。以前是分散打击俄军的后勤车队，现在就干脆琢磨上了俄罗斯境内的后勤体系。乌军用武装直升机、炮兵部队先后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弹药库和油库。以前呢还派人渗透炸过克里米亚的铁路桥，这2天呢又派人在布良斯克的铁路上放炸弹。未来呢我们还要看顿巴斯方向，乌军会不会持续打击俄军在东部的后勤线。现在俄乌双方决定生死的顿巴斯大决战，已经围绕着好几个村子磨磨唧唧打了1周了。俄军表示，为了赢得决战，就要以强大火力摧毁乌军的观察、通讯、指挥、炮兵和装甲部队，所以必须要多次使用战役级密集火力，对各种目标反复覆盖。这就对俄罗斯的后勤保障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后面我们就要观察并且评估一下，俄罗斯空天军、战术弹道导弹部队，还有乌军的炮兵特种部队，到底哪个更勤快？好，关于俄乌战场上针对后勤补给线的较量，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